来一个玩概念、不诚实、不说实话、不尝味道的 TOP10。这些店也有味道非常好，也有味道不行的，但这个 TOP10会显得很有品味、很高大上。那我现在就假话真话一起说吧，我应该租个车住个5星级酒店，穿一身奢侈品来点评。我的第10名给的是中餐之光，亚洲前50餐厅，中国大陆排名最高的餐厅域外滩，选用日本的极品干鲍，辽东的海参，北海道的干贝，顶级的花椒，鹿筋、鸽蛋、竹参、蹄筋，经过3天3夜的熬煮，超级粘稠的口感，鲜到天灵盖上了。这个马友鱼也是特别惊艳，入口即化，超级肥美。厦门姜母鸭也做的口感脆弹，完全没有鸭骚味，肥而不腻，肯定是选用福建顶级的土番鸭。今天又是满意的一餐，下次一定要去试试打了招呼域外滩的私厨，肯定让我会特别惊艳。我的第9名给到福冈的米其林2星，塔贝洛克4.2分的超高分怀石料理井本伊莫托。选用日本当季最新鲜的食材，最淡的调味，发挥出日本怀石料理的精髓。调味极简但不寡淡，碗物蟹肉超级新鲜，汤汁超级鲜美，配上鲜甜的冬瓜，温暖落胃。鲷鱼、赤海胆全部都是用的日本顶级的食材，乌鱼子配上极品鲍，完全就是惊艳的组合。无花果胡麻酱清爽解腻，最后再来一个肥润的和牛，今天又是减肥的一餐。我的第8名给到的是日本第3的和牛烧肉，塔贝洛克超高分4.36分，传了50年配方的野原烧，肉片薄如蝉翼，有甜鲜味，完全不油腻，把肉片叠起来吃的极致满足感，超爽。最后再配上蛋液，完全入口即化的爆汁感觉。还有和牛寿司也是超级好吃，懒得去抄个文案了，吹不下去了。我的第7名给的是香港最老牌的米其林3星富林饭店，有着最有名的阿一鲍鱼。虽然这次没点贵价菜，但是我点的菜几乎每一道都挺好吃的。虽然好像也没用高端的食材，但是都还是比那种普通店味道要稍微好一点。反正这次是没踩雷，我这一段说的是绝对的实话啊。我给的第6名是日本第4、大阪第1的天妇罗，塔贝洛克4.4分，米其林2星的天妇罗。我这个天妇罗想真评一下，就不说假话了。我没提到的所有菜都特别普通，没感觉到是日本第4的水平。其中那个星鳗做的还是可以的，完全无腥味。还有最后的那个虾的盖饭，最后2道菜吃的挺满足的。我现在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发现有一道菜是天妇罗的白干鲷，就现在这一道。我今天吃到荷兰的鳕鱼，直接吊打这个。完全就是吊打这个，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食材。那个鱼肉是嫩的像牛奶一样，在嚼牛奶，就这个就普通的鱼肉，还带点腥味，就跟法国那种水平不高的差不多。我给的第5名是巴黎的 KEI， 每一道菜都惊艳，牛逼的鱼子酱，脆弹的龙虾，在法国美食界引起震惊的沙拉都超级牛。特别是这道莅临烧，皮脆鱼肉鲜甜多汁，鸽子肉的火候也是像牛排一样，完全没有腥味，特别嫩，酱汁也展现了法国米其林3星的功底。我给第4名的是安特卫普的 The Gem， 米其林2星，世界最美的餐厅，世界餐厅排名前20。我也不想说假话了，他们家主要是我没排进前10的核心问题是里面有些菜太拉垮，直接拉垮的让我大跌眼镜，但有2、3个菜味道又非常可以，用料可以，所以我吃的特别懵逼。而且吃这个一套要3、4个小时，我就觉得有点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啊。就对了，看到这个它的野生鲈鱼，我可以跟你说，
今天在荷兰鹿特丹吃到的那个鳕鱼，直接吊打它，完全就是不沾边。所以我今年我估计荷兰这家店可以进1、2名了，实在那个食材太夸张，我都不知道它那么小的店怎么会搞得到那么好的鳕鱼，吃得像牛奶一样。我今年给第3的餐厅是巴黎的众神食堂，连续 N 多年米其林3星，也是木村拓哉日剧里的原型。他们家真的就是神的存在，基本上是每个米其林3星厨师必须经过的殿堂。特别今年换了日本的主厨，他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。你们这些不懂吃的人，非要把人家的鲜味说成是腥味，没有腥味那能叫鱼吗？鱼其实是鲜的，那不是腥味，你们的味觉有问题。这道鱼超级好吃，特别是鱼子酱，直接对鲜味的理解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直接选用了中国产的鱼子酱，超级新鲜。你们又要说有腥味，那不叫腥味，那叫鲜味，懂了吧？要相信别人是从小在大海旁边长大的。你们看，就这个牛排是火候超级好，材料超级好，这也展现了世界顶级米其林3星做牛排的水平。今天来了这家米其林3星众神食堂，完全让我理解了神到底是什么水平，到底是什么品味。今天花的钱特别值，又是快乐减肥的一天。刚刚的Sakai我还是好好的说一下吧，前面这几道酒肴真的是一言难尽，特别是那个炸鱼，又让我想到今天吃的荷兰的炸鱼了，简直是没有对比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荷兰那么好？因为跟这些对比真的是好到离谱。还有就这个烧的三文鱼跟法国那个亏送比，为啥我觉得那个好？因为这个太差了，就2个比就知道哪个好，而且是好的特别离谱。后面这些寿司就不用说了，如果没有前面那些酒肴的话，我愿意给它满分。它这几个寿司真的是食材到顶了，没太多好评价的，直接碾压我以前吃过的所有，除了这个海胆有点散掉以外，后面这个鳗鱼也无敌。看看打包掉的这个金枪鱼是有多漂亮，真的是太顶了。接下来说下这个老爹为啥我没给他进我的前10。我觉得他挺聪明的，知道日本不太好做酒肴部分，他直接避开酒肴部分，所有都是寿司。像这种情况，他这样的排名的店，就基本食材不会有任何腥味，也不会有任何短板，而且还特别容易赚钱，只用捏一捏就行了。而且准备工作也减少一半。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没给他进前10的重点。重点就是它这些寿司的味道比较像那种廉价店的味道，只是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的食材。海胆看着挺牛，但实际味道好像一般，忘了。金枪鱼水平还是可以的，拿货渠道也可以，其他真的一般般，没感觉到日本第4那么强的分数。